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極度顛覆認知的概念，這個概念將會徹底打破你對於創新的既定印象。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推動這個世界前進、發明出各種新東西的引擎，是那些穿着白袍的頂尖科學家，或者是擁有龐大資金、設備與資源的跨國企業。但其實，在全球創新的底層邏輯中，隱藏着另外一個極為強大卻鮮為人知的驅動力。今天這份知識拆解，我們就要來揭開這個隱藏引擎的神秘面紗，帶你以資深分析師的視角，重新認識真正的創新法則。在我們深入探討之前，我想先問大家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你每天在使用的這些產品，到底真正是誰發明出來的？我們腦海中可能會立刻浮現幾家科技巨頭、知名的工業設計師，或是企業內部那些神秘的研發部門，但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思維盲區。我們即將面對一次重大的典範轉移，這會挑戰我們對於市場運作方式的所有認知，因為真正推動突破性產品誕生的，往往不是坐在冷氣房裡看着精美數據報表的專家，而是那些正在為生活痛點掙扎、迫切需要解決方案的平凡人。這就來到了我們的第一部分：創新神話與現實，生產者模式對決自有創新典範。經濟學家熊彼得在將近100年前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創新是生產者的專利，而消費者只是被動接受教育並購買產品的人。這個觀點深深影響了過去100年的商業邏輯，形成了一個長達100年的生產者創新神話。我們來仔細對比一下這兩種模式的邏輯差異。傳統的生產者邏輯是企業做市場調查，發現需求，接着召開無數次的會議，投入資源進行漫長的研發，最後把解決方案賣給消費者。這個過程非常緩慢，而且經常會陷入閉門造車的窘境。但是在自由創新典範中，情況完全相反。一般的使用者在生活中經歷了極度強烈的需求，他們根本等不及企業漫長的研發週期，於是他們會直接動手改造、破解，甚至自己從無到有拼湊出一個解決方案，最後無私地分享給有同樣困擾的人。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接地氣、最實用的產品，通常都直接來自於使用者本身。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哦，我們作為分析師，絕對不能只談抽象理論，我們來檢驗真實的客觀數據。根據一份英國的國家級創新調查數據指出，英國國內光是為了解決自身問題而進行創新的一般使用者，人數就高達290萬人。相比之下，英國所有商業公司裡面的研發人員總共只有23000人。290萬對上23000，這個比例懸殊到超過了100:1。大家思考一下這背後的意義，這代表在真實世界中，動手解決問題的實用者創新者人數是企業研發人員的100倍以上。隱藏在民間的使用者，才是真正推動市場前進的龐大驅動力。我們繼續聊下去。這個現象並不是現代科技發達後才有的產物。我們把時間倒轉回1908年，當時福特汽車推出了著名的 T 型車。福特原本的商業策略非常保守，他們只打算賣一種標準化的代步工具。但是早期的顧客買了車之後，根本不在乎什麼原廠保固，他們直接把車子給害了。農民覺得需要耕地，就把 T 型車改造成農用拖拉機。住在寒冷地區的人覺得在雪地無法行駛，就把它改造成雪地摩托車。甚至有人把車殼拆掉，裝上木板，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皮卡車。還有一些追求速度的狂熱分子，把它改成了賽車。你發現其中的奧秘了嗎？皮卡車、雪地摩托車這些高價值的全新車輛類別，根本不是福特在實驗室裡發明的，而是使用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強烈需求，自己動手創造出來的。這就是使用者創新的歷史鐵證。理解了這個底層邏輯之後，我們要將視角轉向第二部分：物質使用障礙，極端需求下的暗黑創新。這是一個更複雜、更沉重的領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成癮問題。雖然這個領域充滿了社會負面觀感，但從實務分析的角度來看，創新背後的驅動力是完全一樣的。當一個人陷入絕望、
面臨生存與生理的極端壓力時，這種極其強烈的需求會逼迫他們發展出高度複雜且令人驚嘆的創新手段。我們必須不帶道德評判地去理解這種現象。在這個群體中，為了繞過現有的體制，他們展現了驚人的創造力。例如，為了應付尿液篩檢，使用者並不是去買什麼高科技產品，而是從日常生活中發現，竟然可以使用漂白水或食鹽來改變尿液的化學成分。又或者，他們是早期暗網技術的最重度使用者，借由暗網建立起全天候的地下物流配送系統。在面對痛苦的戒斷症狀時，他們甚至為自行研究不同藥物的交互作用，用其他物質來進行自我醫療。這些行為雖然對社會具有破壞性，但純粹從創新機制的角度來看，這完美證明了極端需求必然催生極端創新的鐵律。他們是在為了生存而破解系統。然而，極端的環境並非只會孕育出破壞性的暗黑創新。這就帶我們來到第三部分：正向偏差，隱藏在弱勢群體中的成功解方。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社會學概念，它將徹底改變我們看待弱勢或受苦群體的方式。當我們面對一個充滿問題的群體時，傳統的做法是去研究那些失敗的人，問他們為什麼做不到，然後試圖從外部給予幫助。但這個新概念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把目光移開，去尋找隱藏在黑暗中的微光。重點來嘍，什麼叫做正向偏差？在學術上的定義是，在同一個群體中，大家都面臨完全一樣的惡劣條件與匱乏的資源，但是有極少數的人，他們發展出了某種不尋常卻極度成功的行為模式，讓他們找到了比同儕更好的解決方案。作為一個分析師，我必須強調這個觀念的核心。我們必須停止去研究那99%失敗的大多數，而是要開始瘋狂地拆解、研究那1%成功的異類。因為他們在最真實的殘酷環境中，用最少的資源測試出了真正有效的解法。這裡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歷史案例。幾十年前，援助人員傑里與莫尼克·斯特寧來到越南處理嚴重的兒童營養不良問題。當時，傳統的援助做法是直接發放營養品，但效果很差。資源一斷，飢餓的問題馬上就回來了。斯特寧夫婦決定打破常規，他們說了一句非常具名的話：我們去找那些發育得特別好的孩子，然後去問他們的媽媽到底做了什麼不一樣的事。他們沒有去研究為什麼多數孩子會餓肚子，而是去尋找在同樣貧窮的村莊裡，為什麼有少數幾個孩子卻能長得白白胖胖。經過深入觀察，他們發現了驚人的在地解決方案。這些成功養育孩子的越南母親，他們把一般村民視為蠟濕、不屑一顧的稻田小龍蝦和昆蟲抓起來，搗碎之後混入孩子的米湯裡，這在當地成為了極佳的免費蛋白質來源。這些母親其實就是在進行使用者創新，他們利用手邊僅有的在地資源，自己進行原型測試，最終找出了完美的解法。這再次證明了最棒的答案往往不是專家在遠離現場的實驗室裡想出來的，而是使用者在真實戰場上親自測試出來的。這就是第4部分的主題：大數據挖掘，在大海中撈出創新之針。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知道使用者創新無所不在，而且隱藏着巨大的價值。但在茫茫人海中，這些正向偏差的成功案例就像是大海撈針。隨着現代資料科學的進步，知名的市調公司 Ipsos 發展出了一套精準的方法論。首先，他們會在網絡上進行海量的內容掃描，接着進行相關性審計。他們的演算法會專門去抓取那些寫着“我遇到了一個問題，然後我自己解決了它”這類句型的文章或論壇留言。最後一步，則是交由專家進行驗證與趨勢分析。舉例來說，研究團隊曾經掃描過風箏衝浪的網絡社群。結果他們發現，一般企業還在研究怎麼改良背帶，但有強烈需求的使用者早就自己在板子底下加裝電動馬達，發明了電動水翼板，甚至還有人發明了用無人機來拖曳衝浪的全新玩法。
大數據讓我們能瞬間捕捉到這些使用者的智慧結晶，將這些隱藏的創新規模化。我們將這個尋找寶藏的邏輯重新帶回到醫療保健與成癮治療的領域。這也就是我們的第5部分：病患先驅，病患才是真正的醫療創新者。許多專家總是認為病患只是需要被拯救的弱者，但是當我們戴上自由創新的眼鏡來重新審視，你會發現，病患因為承受着最巨大的痛苦與最迫切的生存壓力，他們其實才是醫療創新最前線的領航員。接下來這點絕對會讓你震撼。現代醫學史上有許多巨大的突破，根本不是來自於醫療企業。例如，幫助無數人戒酒的嗜酒者互解協會是由酒癮者自己發明的。現代心臟手術不可或缺的心肺機，是因為一位外科醫生在手術室裡遇到了無法克服的瓶頸，企業又不願意投資研發，他為了拯救病人，只好自己發明出來。最誇張的是，有一位本身是水利工程師的病患，他患有主動脈擴張的致命疾病。面對醫生束手無策，他用修補漏水管線的邏輯，自己發明了一種達克隆主動脈包覆帶，並且成功說服醫生幫他裝進體內，最後拯救了自己。這就是極端需求逼出的偉大發明。回到物質使用障礙的復原過程中，我們同樣能看到病患正在積極設計自己的療法，我們稱之為群眾外包的清醒。例如，有人會連續數小時播放特定的激勵影片，透過重複的視聽刺激來穩定脆弱的神經。有人會在口袋裡放一顆特定的小石頭，當渴望發作時，作為將自己拉回現實的物理定錨點。還有人會把車子的儀表板貼滿了數百張激勵小語，為自己打造一個完全沉浸式的防護環境。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破解法，其實都是病患在絕境中利用手邊資源為自己量身打造的有效療法。如果我們繼續忽視這些使用者自己創造的解法，我們將會錯失多少改變世界的機會。與其總是由上而下的去問使用者你需要什麼，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換視角，謙卑地去問他們你已經為自己建造了什麼？這不只是一個觀念的轉變，這是一個能夠解放無窮創新潛力的關鍵鑰匙。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創新並非大企業的專利。面對極端困境時，使用者為解決自身痛點所產生的正向偏差與自由創新，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強大隱藏引擎。我們必須謙卑地從大眾實踐中去挖掘那些早已被驗證成功的解答。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